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26日星期四，佛历4月上初10，万象多云，23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0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0基普，跌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9.9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95 基普，涨幅 0.1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4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1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87.62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83 点，涨幅 0.06%。开盘 1289.6 点，最高 1293.94 点，最低 1277.91 点。成交量528200股，成交金额10亿3361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80基普，交易量26万31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180基普，交易额5亿7363万3000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39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万基普，跌幅 0.0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2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9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37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30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330基普，涨幅 1.68%，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380基普，涨幅 1.73%， 95号汽油价格上涨1280基普，涨幅 4.92%。 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学习贯彻会议召开。2月25日，总书记通伦西苏里主持召开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学习贯彻会议。通伦西苏里在会上强调，此次会议是全面落实12大决议的起点，并提出5大目标，深化路线认识，把握落实核心，制定具体执行方案，完善监察机制以及强化党内团结。他要求全体干部打破陈旧思维，将决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实际成果。会议期间，维拉拉坎峰和宋塞西潘敦分别就党的政治纲领和15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要点进行了系统宣讲。琅勃拉邦省提升旅游部门公职人员演讲技能。2月25日至26日，琅勃拉邦省文旅厅举办旅游部门公职人员演讲与演示技能培训班。厅长苏达彭空塔恩强调，提升沟通能力是实现2029年全省旅游发展愿景的关键。培训旨在帮助公职人员从传统角色向专业演讲者转型，重点提升公众发言自信、政策宣导说服力及职业形象。通过邀请外向专业讲师授课，旨在将沟通技能转化为推动全省文旅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新加坡阿尔巴克斯资本正式进军老挝。2月20日，阿尔巴克斯资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万象正式开业，央行副行长及证监办主任出席。该公司旨在通过私募基金支持老挝中小企业及资本市场发展，强调透明管理与长期回报。公司董事长宣布索赛集团将跟投旗下所有基金以示信心。证监办表示将全力支持这一金融新业态，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公司目前主推2类产品，一是针对国内中小微企业和房地产融合人工智能管理的国内投资基金，二是投向美国等全球市场的国际投资基金，旨在为投资者分散风险并提升收益。4. 占巴塞省公安厅连续破获多起毒品案，
2月，占巴塞省公安厅连续破获2起毒品案。2月10日，警方在萨那松本县抓获2名嫌疑人，缴获封药179粒及新型毒品。2月16日，警方在巴瑟市深入捣毁一个贩毒团伙，抓获6名嫌疑人，行动共缴获封药12001粒、冰毒、K 粉及大量名为胶原蛋白的新型毒品，并扣押现金2600余万吉普及多辆涉案车辆和金饰。目前，专业部门正加紧案件审理，以深挖关联犯罪分子，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 东坎桑师范小学获评万象市优质示范学校。2月24日，位于万象市哈塞丰县的东坎桑师范小学举行了优质示范学校揭牌仪式，当地领导及各界相关负责人共同出席了活动。该校始建于1993年，目前共有学生274名，教师8名。学校严格执行教育体育部的课程大纲，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凭借在学术、体育及艺术方面的卓越表现，该校全面达标了优质学校评定的42项指标，正式获得优质示范学校认证。县领导在仪式上对此表示祝贺，并要求学校继续保持高标准，持续优化教学质量。6. 占巴塞省卫生科学学院学生圆满完成实弹射击训练。2月24日，占巴塞省卫生科学学院在巴瑟市完成学生实弹射击训练。省军区参谋部副部长普通塞亚参及学院院长出席结业仪式。此次军训旨在落实地方军事局指令，通过战术、武器使用及实地地形演练，提升学生的国防技能与战备意识。普通塞亚参对训练圆满达成目标给予高度评价，并勉励学生将军事经验转化为服务国防安全的能力。7. 木薯货车侧翻四脚朝天。2月24日深夜，沙拉湾省空塞顿县布拉帕村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装满木薯的货车在路边发生严重侧翻，整辆车底朝天倒在路旁。所幸货车司机安然无恙，并未受到生命威胁，但该货车损毁严重，车上装载的木薯也散落受损。8. 西阔达邦县受损电线杆正抓紧修复更换。2月25日，万象市西阔达邦县供电局对该县乌蒙村受损的低压电线杆开展修复更换作业。据了解，该电线杆是由于1月13日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被车辆撞断，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全力进行新电线杆的安装替换工作，预计将于近期内完工并恢复正常运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